大家好，我是卓卓，今天来从夯到拉锐评一下哲学反派神学阵营篇。这里的哲学反派排名以其自身理论修为整得活对哲学发展的阻碍大不大为主，以短期或者长期处于非哲学立场来进行评判。好，我们开始。首先是特土良，特土良被誉为基督教之父和西方神学的奠基人，其作为哲学反派最主要有两个论断。一是认为哲学和神学之间没有关系，雅典与耶路撒冷何干；二是认为对待启示，理性和信仰要划清界限，正因为荒谬，所以我们信。特土良认为异教哲学是异端之母，他把早期异端的思想来源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斯多亚学派，可以说特土良是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这一门派的祖师爷。综合评价这里可以给到顶级。下一个是教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强调信仰先于理解，我们只是在理智上去理解我们已经相信的东西。奥古斯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种信仰为基础的自由观。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由意识和责任之间虽然存在着内在关联，但是在理性自由观的框架下，这两者之间难以建立起实质性的关联，导致后面斯多亚学派取消了自由意志，认为行善是因为运气好，作恶是因为运气不好。奥古斯丁认为，信仰上帝是人可能理解善和过正当生活的前提，真理的标准在上帝那里，同时这个标准在人的信仰中存在，所以自由意志有正确方向将人带向自由。奥古斯丁继承的仍然是新柏拉图主义中理性论证和神秘主义并存的路径，并且在其理论内部，自由意志说和恩典说一直存在张力，更像是一段时期作为队友，一段时期又跳反的那种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角色。作为哲学反派的实力，这里给到人上人。阿奎那被天主教会称为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阿奎那批判了中世纪调和哲学和宗教的双重真理论。传统上的双重真理论认为神学作用于信仰领域，而哲学和科学作用于经验现实。阿奎那则认为信仰和理性都是研究神学不可或缺的，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对象，在上帝那里没有双重真理，只有简单且单一的真理。双重真理是达到同一真理的两种途径。阿奎那虽仍然坚持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但是这里的婢女已经有了和主人一样的独立人格，能够做到与主人相当的事情。这样来看，阿奎那就像主角团与之一战后入队的角色，但是作为哲学反派的实力来说，只能给到 NPC。 下一位更是重量级，教会的审查制度。教会的思想审查从早期对异端教派的迫害，逐渐发展为系统性有组织的管控结构。12世纪后，随着大学兴起与哲学讨论的复苏，教会通过禁书目录、宗教裁判所等手段，确立了对思想的垄断权。1277年，巴黎主教坦皮耶发布1277年谴责令，点名谴责219条错误观点，包括世界永恒、人类的自由和自由意志等关键概念。为异端邪说的人最严重会被处以火刑。这种高压也在无意间进一步推进了现代哲学的反叛性和批判性。从对哲学发展的阻力来看，这种全面统治的压迫毫无疑问可以给到夯的评价。接着是我称之为用存在主义去套神学的流派，典型代表是田立克的勇气本体论。他将勇气定义为尽管存在威胁，但仍对自己的存在进行自我肯定。这种存在勇气最终来源是上帝之上帝，换而言之是一种脱离上帝的绝对信仰。这种披上神学外衣的哲学似乎逐渐成为陈词滥调的心灵鸡汤。不可否认，其思想确实切中了当代人的心病，但这也恰恰反映出无论是信神还是无神论者，在当代社会的逻辑中都有着相似的苦难。尽管表面上看，这些似乎称不上是哲学的反派，但是这些思想也间接导致了一种什么东西都可以标榜自己为哲学的局面，像加入主角团的间谍一样，逐渐削弱主角团的实力。这里评价给到 NPC。 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新纪元运动，这里直接给到拉完了。简单来说，新纪元运动就是套着各种各样的皮，然后收割你的钱包，像什么水晶能量手环，什么灵修都属于这一类。想了解关于新纪元运动更多的，
可以看主播的另一期视频。卢国东仙家对话与新纪元运动。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们讲一下哲学反派的现代科学阵容。